兄弟们，相亲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们不要本末倒置。相亲的目的是筛选，不是让你去跟人家结婚的。有一个男士给我打电话，相亲1年，追个女孩子也1年了，直到人家昨天结婚啊，他才发现对方是没有看上他。你说扎心不？男士30岁啊，去年同事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，比他小了2岁。这刚见面啊，这男士挺中意的，跟中间人也说了呀，自己挺喜欢她的。人中间人吧，就去撮合呀，就去问这个姑娘。姑娘呢，她就没有明说，光说呀，哎呀，可以认识，先了解了解看看。男士这一听啊，别人说都可以认识了，于是啊，舔狗之路啊开始了。有一句话咋说的？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他就每天都会给这个姑娘发信息啊，但这姑娘大多数都是隔了几个小时之后才回复，内容也相当敷衍，没有什么主动。有时候呢还隔天回啊，就给他回个，哎呀太忙了，不好意思，我给忘记回了。整的男生这心里啊是上不去下不来的，又想着人家肯定是不熟悉没话说，或者在忙呀。哎呀，有时候你就不得不佩服有些人，他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久？自我 PUA 呀，这么一想呢，心情立马就好多了呀。哎，一到周五他就约着姑娘出来吃饭，人家第一次回绝了，说自己在加班；第二次啊又回绝了，说自己跟闺蜜约好了。好不容易这第3次啊，那相当于是求来了，哎，约出来了，吃饭看电影送礼物，认识2个多月啊，这男士想着，哎呀该表白了啊，就把这个同事啊追过来，就问问女方意思。人女方呢也说的是啊挺有好感，但是没到熟悉那个地步。于是啊男士就加大火力啊，从物力人力啊投入的更多了。反正啊这姑娘的态度就是不热情也不冷淡。哎呀，和男士说呀，自己觉得这男士人挺好的，但是自己确实性格有点慢热啊，这谈恋爱次数少，也不太会谈。男士听着说没关系啊，咱俩慢慢处。哎，就这么接触了1年又快过去了。这姑娘呀跟这个男士啊都已经熟透了，哎，态度还是跟之前差不多，手呢也没有碰一下，别说是抱了。男士家里人父母都着急了呀，让他能谈谈，哎，不能谈就算了，别搁这磨磨唧唧的。哎，男生就想了一下，哎，是这么回事啊，就买了99朵玫瑰花去表白去了。姑娘一看呐，说自己想了一下，还没有准备好，要不啊，咱们再了解一下看看吧。男士啊，此时这个心里啊，哎呀，草泥马已经跑了好几遍了，继续 PUA 自己啊，想着这都已经付出这么多了啊，哎，也不能去勉强对方吧，就说行，那我给你时间，再等等你。不过这后面这男士就发现了啊，这姑娘呀是联系他的频率是越来越少，他也能感觉出来呀。他呢尝试去约呀，这姑娘呢也不怎么主动了，也不怎么热情了。直到昨天啊，人家姑娘的朋友圈发了一下自己结婚的视频，生气，那肯定特别生气啊，直接就给这姑娘拉黑了。那有什么办法？兄弟们啊，相亲是有成本的，这个成本不仅仅是在时间的。当你去跟 A 相亲的时候，你有可能错过 B， 这才是真正的成本。兄弟们，咱们要吃一堑长一智啊！相亲呢，告诉你们一个原则，叫3不原则。第一呢，发信息3次不回，直接删。第二，约了3次约不出来的直接删。第三啊，相处3个月还不能确定关系的直接删。相亲啊，咱就主打看得上就处，看不上也别拖，主打一个你情我愿。相亲最本质的作用就是婚前筛选呀，不要搞错了。大家呢硬件条件拿出来碰一碰，最后在1个月到2个月看看性格合不合得来。如果合适，我们就 OK 办事嘛；如果不合适，就赶紧分了，绝对不要耽误自己。你相亲1年就认识一个，从本质上来讲，你就搞错了。一个人的婚恋价值，你能有几年呀？什么阶段办什么样的事情？这个阶段你一定要把自己这个事情要办成，办成才是最重要的。任何时候都要讲究数据说话，3不原则。散会。阿丽娘啊，真的我太难了，以后35岁以上的姑娘啊，别来找我。本人这儿庙小，装不了那么多的大佛，也原谅我啊，能力有限，没办法帮你们实现你们的愿望。你们再来上香，我真的给你们扔出去。有个女孩子34岁，个子在160左右啊，偏瘦，本科文凭，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。我是给她香了整整5年了哦，5年，至今还都是单身，也谈了不少男朋友，但是没有一个满意的。不是嫌男方文凭低，就是嫌人家这个家庭条件不好，要么嫌长得不帅，总之是挑肥拣瘦的。她自己焦虑的不行了，怕找不到好的，又怕生不出孩子，反正啊，生活圈里面已经没人给她介绍了，都知道她很挑。他工作好就不甘心找工作不好的，他未婚啊就不甘心找离异的。反正啊，我们这边啊婚恋圈都知道他，各类男士都让他香了个遍啊。他就要求本科以上文凭，研究生最好，体制内公务员，男方要求年薪15万以上，颜值高，哎呀3观一致有眼缘，最主要还得让他心动啊！你不得逼死我吗？哎呀，我得往 ICU 走啊！我听完啊，你说急不急死个人？我给你真要能找到，那不亚于我去买彩票中500万啊，那不太难了吗？
我拒绝了很多次啊，耐不住他就是软磨硬泡。我让他从这些条件里面筛选1、2个条件啊，他就不同意，说哪一个都不想放弃。我就很生气啊，你不放弃，你这辈子你就嫁不出去了。哎呀，他说不信，哎，因为自己条件好嘛，他说一定能找到令他心动的公务员。哎呀，我这一听，那怎么才能算心动啊？他说帅，情商高。还没说完啊，真的，我拉着王八我就得跑啊，没治了。人家帅的公务员，那想嫁的女孩子那得从北京东直门的排到西直门去了，还能轮得着你吗？他愣是给我来了句啊，我圆脸显年轻，化妆了我也不差呀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你就算是个法拉利，它开了15年了，发动机得生个锈，搞不好再漏个油，你停个电你咋办呢？你能跟新车相比吗？你们是不知道啊，他妈都找我了好几回了，一见面就哭呀，说这闺女从小到大都没让她上过火呀，就找对象还操碎了心。家里还有个亲戚，他表姐38岁了也未婚，他俩就爱搁一块玩。哎呀，找对象那是要找那一见钟情的，气的啊，他那个亲戚啊也头疼，整天整宿的睡不着觉啊。如果再过几年，你即便结婚了，那恐怕他连孩子都生不了了呀。我反正跟这姑娘都很熟了，我就很明确的告诉她，你这条件啊，要么想找好的就得去2婚市场，他不甘心，凭什么我未婚我就要找离异的？要么你就降低要求啊，找大龄剩男。他又觉得这男人年龄这么大，剩下多少都有原因的。你真的听他话，你都能气得够呛啊！你自己不还都是大龄未婚吗？他说那我不是了解我自己吗？我又不了解别人为什么剩下的。哎呀，那一刻真的气得你血压直拱头啊！哎，头昏。我又躺在椅子上躺了一会儿啊，我就劝他，哎呀，你快别挑了，再挑停水停电，你都更没得挑了。他嘴上嘟嘟囔囔说我自己不是挑呀，那这一辈子我不能找个我不喜欢的。说着妥协，心里那是800个大心眼子，1000个不愿意。另外，他还有一个87年的，今年有36、7岁了啊，也还是未婚，一个闺蜜，她要给我介绍过来。我一听，哎呀，那可不行啊，她要来了也让我给她找心动的，我直接主动上 ICU 报道去。真的，我现在一听大龄加未婚啊，我都条件性反射。以后35岁以上的大龄未婚啊，还挑挑拣拣的姑奶奶们啊，千万别来找我了，散会。不得不呢，话非说的不好听，但事儿做的不能不漂亮啊。上午来了一姐们儿啊，条件很好，94年，身高168左右，身材匀称，硕士，自己开了一家美术机构，年薪在30万左右。这姑娘长得很水灵啊，有7分左右，属于比较有气质一类。最近这2年呢，一直在相亲啊，不是他看上的不喜欢他，就是喜欢他的呀，他不喜欢。难得呀，有个男士啊，比他大了1岁，各方面条件都不错。谈了半年呀，马上就要谈婚论嫁的时候，他要彩礼20万，结果人男士啊是头也不回的跑了呀。哎，这回他想明白了啊，那既然相亲都这么算计，没什么感情可谈的，那不如啊自己出钱出彩礼，招上门女婿，哎，找个自己觉得不错的。于是他就来跟我说呀，我愿意出30万的彩礼，找个真心啊对他好的人。我问他，我说只要真心不看条件吗？他说那怎么可能呀，我也不能随便找个人回家吧。于是呀，噼里啪啦的跟条件列了一大堆呀，我的肝都跟着颤。这第一啊，男士学历985或者211本科以上，毕竟呢他是硕士，学历不能差太大了，不然2个人这思想层次啊他不一样，怕以后沟通困难。这第二，男士身高不能低于175，不然呢没有安全感。第三啊，这个年龄啊在26到32岁之间，他本人保养的不错啊，比较显小，他不想找年龄大的。颜值呢也要匹配，能够让他有心动的感觉。这个身材要好啊，不能胖也不能瘦。这第四，他脾气不好，还比较慢热，需要男士给他提供情绪价值，懂得照顾他，允许他作一点。性格要稳重，要会察言观色，记得他所有的喜好，生活呀要有仪式感，不要生活质量下降。这第五呀，这男士家庭啊也有规定啊，条件一定要好，父母一定要有存款，有社保，有退休保障。而且婚后不跟男方父母同住，因为他不太会处理复杂的关系。另外啊，这婚后啊，他也不做家务，不带孩子。这第六，男士收入啊不能低于20万，比他高最好，房子他出，男方啊要出装修，婚后男士要上交工资等等。哎呀，听完之后啊，目瞪口呆，都很难表达出我的反应啊，五脏六腑都跟着颤呢。你都要找上门女婿了，怎么男方还得给你出钱装修房子呢？他说我给了彩礼，我都没钱了呀，他肯定要带回一些。哎呦，听得我特别无语啊，这不相当于什么都没给吗？我问他，我说那你房子给人家加名吗？毕竟人家出装修了呀，万一离了那什么都没了，起码得给个保障吧。他说这房子是我买的呀，肯定不能在他名字，绝对不商量。那一瞬间啊，哎呀，他把我怼的是哑口无言呀。
我问他，我说你觉得这样的男士凭什么能跟你在一起啊？人家有学历、有能力、有情商，还会做家务，长得还要帅。他说我给彩礼30万呢，我给这么高，我不能只是找一个男人嫁了吧？我是要找高质量的男性。说实话，我做婚恋这么长时间，真的第一次遇到这么个找上门女婿的。我和他说啊，这年前啊，有个女方人家也找上门女婿，是不忍心女儿啊出嫁，所以啊去招的。人家出60万的彩礼，直接送房子1套，再加1辆奔驰。结婚之后啊，每年给男方啊家里补贴10万，不需要男方啊给任何东西，唯一就是要求男士啊工作好，硕士以上学历就可以。你看看你这要求，比正常找对象的人要求都高。你希望你付出的30万一定要货有所值，可符合这项要求的男人，人家觉得你不值呀，干嘛要选择给你当赘婿呢？姑娘听到我怼她呀，觉得特别不爽，和我说呀，那你给我找找这样条件的人，我嫁过去啊也行。我问她，我说就这条件的男人，结婚你还要彩礼吗？她一听啊，怎么可能不要啊？我嫁过去啊，那彩礼肯定是要给的呀，这少点也行啊。我问少点是多少啊？她说起码10万。我一听，我说你这情况我帮不了，就这条件的男人不给彩礼啊，都一堆人抢着要呢。你揣着30块钱和我说要买辆法拉利，你觉得人家认为是我傻还是你傻呀？根本就不是现实的事儿啊！这姑娘听完就跟我说呀，说我眼界太小了啊，她朋友啊都不如她，嫁的条件啊都特别好，有车有房，年收入都几百万了，结婚啊人家对方都给了彩礼30万，怎么轮到她10万的彩礼都不能要呢？说完呢就拎起包就走了。哎呀，现在这年头啊，这个刺猬看门啊，他也不靠不住，啥人都给我往里放，下次再这样我就生气了。